比特币下一个交易机会要来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 WSOT 科比托战队。目前我们排名是全世界第12名，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华语第一名。只要在全世界前10名，就可以瓜分800万美金的奖池。那目前呢，加入科比托战队就是身处华语战区的你最好的选择。而且在最后报名的这几天，我们会从加入我战队的朋友里面来抽出3位朋友呢，每位朋友获得30 USDT， 而且现在有很多战队因为人数不够都被解散了，所以加入科比托战队就是挤进名次、瓜分奖金你最好的选择。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765人里面抽出3个朋友吧。好，那我们就抽出来399号、601号、693号这3位朋友。那这3位朋友呢，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是哪3位朋友，那他们就可以获得30 USDT 的奖励，就跟我们这几天呢在影片下方的留言是一样的。那么这边有获奖方式。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目前呢，我们从日线上来说，我们一样再强调出一次这条趋势线，再一次。不过呢，我们这次想说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来打开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叫做 ATR， 它看的呢主要是波动率。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波动率啊，它已经来到了我们最近半年以来的新低点，半年以来的最低点，大概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用一条横线表示的话，那其实 ATR 呢，它是有滞后的，毕竟它是取一段时间嘛。那通常这种取一段时间的指标呢，都会产生滞后啊。其实绝大多数的指标都是有滞后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呢，ATR 它处于低点的时候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低点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位置，还有呢这个位置，还有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呢在这种位置的时候，这几个地方，我们来复盘一下吧。那首先呢，我们当时产生这个 ATR 的低点，就是因为我们在后面它震荡的时间太久了。那随后跌破过后呢，它的波动幅度就来到了最小。它波动幅度小之后，后面就有一波拉升。还有我们在这个位置一样，我们刚刚有谈到嘛，你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它的波动不小，为什么它的 ATR 会来到近期的低点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前面所走的是这些震荡的行情啊，它是到这个位置延后了，它才表达出来。那我们随后你也可以发现，它相对应的地方它就开启一波上涨。当然，我们现在先复盘，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还有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我们的 ATR 数值呢也出现了一个低点，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的震荡，它实在是太窄幅，而且时间太久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震荡的窄的这个幅度呢，其实是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以来最夸张的一次。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认为也很值得我们复盘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最低点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这整段行情呢，它在狂暴上涨的时候，狂暴上涨之前的一段行情，它就走出了我们波动率的最低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为什么我们在一段多头行情开始之前呢，我们都会走出一个波动率的低点。其实这个也是蛮好解释的，因为我们在上涨的时候呢，通常它的涨幅呢都是很狂暴的，不然就会有太多人上车，那车上太重的话，主力就不好拉盘了。像你可以看我们在前面这几波比较好的涨幅它的波动率一定很大。所以如果我们对应到相应的 ATR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呢 ，ATR 它在不断的增加，那直到我们碰到阶段性的顶部的时候呢，我们的波动率就会开始往下降。这个其实是蛮好理解的，蛮合理的，因为我们碰到了阶段高点之后呢，就开始产生回调了。那回调它的幅度是会渐渐收敛的，收敛到极限之后呢，它就会突破，然后开启下一波的行情了。所以我们在渐渐收敛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的 ATR 它逐渐缩减、逐渐收窄的过程。那直到我们的调整结束，通常也会是我们波动率到最小的时候，调整结束，然后我们就开启我们下一波的行情。那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开启了下一波的行情的话呢，那我就会认为它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把握。那再来是，你可以看其实我们在上方呢，
我相信这个也不用多说。我们现在在上面啊，最强劲的阻力大概就在3万到3万1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连续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这个位置来触摸了，后面呢，我们又触摸了1次。这2次的触摸啊，其实都是失败，都是没有突破，回落了。不过呢，有一个地方它却有很显著的区别，就是它回落的幅度。你可以发现，当我们碰触到上方的阻力过后呢，第一次啊，它的回落幅度是很大的，很大，它回落了有5-6千美金左右。那不过我们这一次啊，你可以发现它回落的幅度是有在变小的。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解释为供应在衰减呢？供应在衰减，或者说我们在3万到3万1阻力的这个位置，它的阻力减小了，我认为是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不过呢，即使它的供应减小呢，不代表我们可以做多。那其实我们这次回落的幅度啊，如果说它真的是比上一波短的话，其实我们上一波的回落的幅度呢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我们后来就开启了上涨嘛。不过我们这一波它还没有走完，会不会在这里结束呢？这可不一定哦，说不定我们会再走一点才结束。那到时候这2波，那谁长谁短呢？其实也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我们这一波回调结束过后，比如说呢，我们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信号，比如说大阳线啊，或者说来个破底翻啊，来个2B 啊，来个量能很显著的吞没啊，等等的都可以的。那如果出现信号的话，我才会认为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入场机会。那以现在呢，我会认为，虽然说我们已经来测试2次了，我们如果说再往上测试的话呢，其实它突破的几率啊，就会比前2次要来的大得多。不过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出现信号的。如果出现信号的话，那我会认为我们再来接触3万1，并且突破的机会呢就会增加了。像你可以看，我们在第一次触摸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是有一段比较好的、比较连续的上涨，碰到之后啊，开启回落。那我们第2波呢，一样是比较连续的上涨，那后面碰到过后回落，不过回落的幅度啊、强度啊等等的都不一样。你可以看我们前面它是这种震荡非常剧烈的，然后量能呢也比现在空头的量能回调的量能呢也比现在要来的更明显。那我会认为，其实如果我们再往上测试的话呢，它要突破的几率就会比前2次都要来得高，都要来得高。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一次呢，它在上方阻力的位置啊，已经拖延了很久了。你可以发现，如果说供应强的话呢，它碰到用不了多久，它立刻就会回落了。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是连续测试了很多天啊，在这里前前后后大概也走了20多天左右，就是测试的这些位置哦。我们相比于前面这个地方，它其实天数连续测试的天数呢变多了。那这个绝对是阻力在减小的表现，绝对是的。尤其是在我们3万、3万1如此重要的阻力呢出现这种信号，我相信是好的。不过我们现在呢，我们是还没有出现好的这种做多的机会的。好，那我们从小级别来看呢，其实就对多头来说相当不利了，相当不利。怎么看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当前其实确实没错。如果说我们在大背景比如说日线，它是走多头的情况之下，做多准没错，或者说逢低多找支撑做多，这准没错的。不过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要找支撑做多，这里是不是支撑呢？它绝对是个支撑。你可以发现支撑我们是怎么去寻找的呢？其实我们就是看它的这种触点来判断它的有效的程度。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几个地方它所出现的触点非常明显，这个位置它肯定是个支撑，它肯定是个互换。那我们应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做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辨别一下此处支撑它的有效的程度了，就是这个支撑它的强度。它其实这个支撑的强度我会认为呢是比较不稳妥的，它是比较不坚强的。怎么说呢？你可以发现如果说一个好的支撑那我们在触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立刻产生反弹，尤其是越强劲的反弹，量能越大的反弹越好。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价格呢已经完全贴在我们这个价位上了。那这我相信对于多头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是空头的话呢，
如果说是空头啊，我会认为如果真的要走这种大级别的机会的话，真的要等待我们这条上升趋势线它被突破了，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话，往下跌破，那我才会认为机会会慢慢倾向于在空头这边。好，那我们再切到1小时吧。再切到1小时，其实也没啥好说的。那我也相信啊，我们现在比赛呢是还没有分出胜负的，就是它距离还没有拉开，因为现在根本盘面就没有波动。不过我们下一次的波动呢就会非常关键了，因为比赛时间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时间之内呢，我们一定要抓住好的机会，吃到好的波段，那我们战队呢才可以瓜分奖金。而且我认为我们这一次瓜分奖金是有史以来最有机会的一次。我们上次其实是第11名的，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次呢，只要挤进前10名，我们就可以瓜分奖金了。我们现在是毫无疑问的华语区第1名，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你还在想要加入什么战队的话，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战队。而且根据规则呢，即使你只要有完成获奖条件哦，那规则也不会太苛刻，只要我们团队获奖，你一样可以瓜分奖金的。那为什么不当初就加入最有机会瓜分奖金的战队呢？好，1小时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再看回4小时好了。4小时的话呢，我们来画出这个好了。那这个是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目前的这个形态啊，这个形态它往上往下，你看看哦，它往上往下做出方向的时候，出方向的时候呢，我会认为就会是我们这一波的这个震荡啊，它结束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重点的看一下，我们这条趋势线等等哦，这个是大级别的，我们先不看了。这条下降趋势线它什么时候被突破呢？再来是我们下方的支撑是哪一边先守不住，这个是我目前啊在比较短线上在看的重点。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